我今年99岁了，在这个岁数，我坐在家里的椅子上，手里拿着一本书，经常会陷入长时间的思考。我有8个孩子，这还不包括几十个孙子孙女和曾孙辈。作为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副董事长，我和沃伦·巴菲特一起工作了半个多世纪。我拥有世俗意义上庞大的财富，那是数十亿美元。外界怎么看我？他们觉得我是个幸运的老头，或者是个精明的投资家。但关于我的家庭，外界充满了更多的好奇，甚至是某种带有嫉妒色彩的羡慕。人们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，做芒格的孩子一定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，就像买彩票中了头奖，生下来就仿佛置身于罗马的皇宫里，有花不完的钱，有一辈子也用不尽的资源。无论我走到哪里，总有人偷偷问我，或者在讲座结束后递纸条给我。查理，你打算给孩子们留多少钱？你会给他们设立多大的信托基金？10亿、20亿？每当听到这种问题，我的回答通常会让他们大吃一惊，甚至感到困惑。我说，我每天都在担心给他们留太多的钱。别急着翻白眼，也别觉得我是在凡尔赛式的炫耀，我是认真的。沃伦·巴菲特有句名言被引用了无数次，但真正听懂的人寥寥无几。他说，你应该给孩子留足够的钱，让他们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，但又不能太多，以至于让他们觉得什么都不用做。我完全同意，这是一个关于度的艺术，也是一个关于人性的深刻洞察。但在我看来，这不仅仅是数量的问题，更是性质的问题。我这辈子活了快1个世纪，见过太多富裕家庭的悲剧，也见过太多中产阶级家庭教育的失败。那些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孩子，或者被父母倾尽所有托举起来的孩子，最后往往没能成为社会的支柱，反而成了家庭的负担，甚至成了社会的祸害。他们吸毒、赌博、酗酒，卷入无休止的遗产官司，生活空虚焦虑，精神萎靡不振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是因为父母不爱他们吗？不，恰恰相反，是因为父母太爱他们了。这种缺乏智慧的盲目的爱，最终变成了一种诅咒。很多父母，特别是那些辛苦打拼积累了一定财富的中产阶级，他们辛苦一辈子，唯一的动力就是给孩子创造最好的条件。你们不让孩子受一点苦，不让他们吃一丁点亏，你们给他们买最好的学区房，安排最体面的工作，甚至在他们成年后还帮他们还清所有信用卡账单。你们以为这是在帮他们，以为这是在表达爱，但我必须直言不讳地告诉你们，你们实际上是在阉割他们。你们剥夺了他们在这个残酷且真实的世界上独立生存的能力。这就像你养了一只鹰，你每天喂它最顶级的神户牛肉，把它关在恒温25度的镀金笼子里，不让它感受一丝风吹雨打，不让它面对任何天敌。直到有一天，你老了，你死了，或者笼子破了，这只鹰不得不回到山林里。你觉得它能活下去吗？别自欺欺人了，它活不过3天，因为它已经忘了怎么飞，忘了怎么捕猎，它的翅膀已经退化了，它只会站在枯树枝上，张着嘴等着牛肉从天上掉下来。现在很多家庭的情况就是这样，我们正在批量制造这种不会飞的鹰。我爱我的孩子，正因为我深爱他们，所以我必须做出极其残酷的决定。我绝对不会把某些东西留给他们，即使我有这个能力，我也要把这些东西锁进保险箱，带进棺材里，绝不传给下一代。因为我知道，一旦我把这些东西给了他们，那不是祝福，而是糖衣毒药。
他们会腐蚀孩子的灵魂，摧毁他们的意志，最终让他们一事无成。今天我想跟你们详细谈谈这3样绝对不能留给孩子的东西。这是一位99岁老人的人生复盘。如果你真的爱你的孩子，请你现在就反过来想一想，检查一下自己，你是不是正在一点一点的给他们喂这3样毒药？如果是，请马上停下来。第一样，我坚决不会留给孩子的东西，就是超出他们管理能力的巨额财富，也就是所谓的不劳而获的快钱。在很多父母眼里，金钱是爱的量化指标，留给孩子的钱越多，爱就越深。他们恨不得把自己一辈子的积蓄、房产、股票都过户给孩子。他们的初衷很美好，希望孩子不用工作，不用看老板脸色，不用为了5斗米折腰，只管享受生活。但我跟你们说，这其实是毁掉一个年轻人最快、最有效的方法。我把这种不劳而获的巨额财富称为经济吗啡。我们要从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。人类的大脑是一个精密的奖励系统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正常的、健康的逻辑应该是你发现一个问题，你付出努力去解决它，你创造了价值，然后社会给予你金钱作为回报。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交换的过程，更是一个心理建设的过程。当你靠自己的双手和智慧赚到第一笔钱时，哪怕很少，你的大脑会分泌多巴胺，你会产生一种真实的成就感。这种成就感会建立你的自信，让你意识到我有能力在这个世界上生存。同时，因为这钱来之不易，你会学会珍惜，你会懂得资源是有限的。这个过程会不断刺激你的大脑，让你变得更强、更聪明、更具适应性。但是，如果你直接把一大笔钱塞给一个还不成熟、价值观还没建立好的孩子，你实际上是切断了他与现实世界因果律的联系。这就像给一个健康的人注射吗啡，刚开始他会觉得无比快乐，毫无痛苦，仿佛置身天堂。但很快，他的自身造血功能就会退化，他对快乐的阈值会变得极高。好好想想吧，如果一个人在18岁成年礼上就得到了一辆法拉利跑车，他在30岁时还会为什么东西感到兴奋吗？如果他从来不用为了生活而奋斗，他又能在哪里找到生命的意义？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赚钱，工作是人与社会产生链接的纽带。我见过太多所谓的信托基金婴儿，也就是那些依靠家族信托生活的人，他们的人生就像一场漫长、奢华但又无比无聊的派对。因为不需要工作，他们对生活失去了关注点，因为拥有的太多，他们失去了渴望的能力。渴望是人类进步的动力。当你什么都有了，你就什么都不想要了。最后，为了填补内心的巨大空虚，为了寻找那一点点感官刺激，他们经常滑向毒品、赌博、滥交和混乱的私生活。这是必然的熵增过程。钱就像水，适量的水能滋养万物，让生命生长，但洪水会淹没一切，摧毁良田。我告诉我的孩子们，我的原则非常简单，钱必须和能力匹配。如果我的孩子正直、勤奋，又有理财能力，证明了他能驾驭财富，我会在关键时刻给他一些支持，比如帮他的事业推一把，或者在他做有意义的投资时给点本金。但如果他挥霍无度，没有自制力，沉迷享乐，我绝不会留给他一大笔钱。给他钱就是递给他一把上膛的枪，那只会加速他的毁灭，让他有资本去买更昂贵的毒品，
去惹更大的麻烦，去伤害更多的人。这听起来很残酷，对吧？但这才是真正的责任，真正的爱是要为他的长远计。对于中产阶级的父母来说，虽然你们没有几个亿，但原则是一模一样的。现在的社会现象很荒谬，很多父母自己省吃俭用，连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，却给孩子买几千块的限量版球鞋，孩子还在上大学，没有任何收入，就给买好车，孩子刚毕业就掏空6个钱包帮他全款买房。你以为你是在帮他们起跑，让他们少奋斗几十年？不，你是在打断他们的腿。年轻人一旦习惯了伸手要钱，一旦习惯了只要我开口，父母就会解决，他就会失去饥饿感。没有饥饿感，就没有动力去狩猎。我年轻的时候也面临过巨大的经济压力，我要养一大家子人，还要支付高额的律师费，有时候为了几百块钱都要精打细算。但正是这种养家糊口的压力，逼着我去思考，去成长，去寻找投资机会，去磨练我的查理芒格思维模型。如果我父亲当年直接给我几百万，说查理拿去花吧，不用努力了，现在的我可能只是个在乡村俱乐部里打高尔夫球的平庸富二代，绝不可能是今天的伯克希尔副董事长。所以如果你真的爱你的孩子，请克制住那股想给钱的冲动，不要让你的钱成为他们人生的天花板。你应该让他们体会到没钱的尴尬，感受赚钱的辛苦，体会存钱的快乐。只有当他们赚的钱能养活自己，还有结余时，他们才能真正长大。在那之前，你的钱应该留在你自己口袋里，那是你养老的保障，也是对他最好的教育。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第二个绝对不能留下的东西。这东西比钱更隐秘，更难以察觉，却更有害。它腐蚀孩子的灵魂，通常披着精英教育的外衣，实则是培养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。我绝不会留给孩子的第二样东西，就是那种我与众不同，规则不适用于我的特权感。很多有钱人和中产阶级家长都犯了这个致命的错误。他们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帮孩子进最好的学校，利用资源帮孩子找工作，甚至利用权力帮孩子摆平闯下的祸端。孩子在学校打了人，家长去摆平；孩子成绩不好，家长去搞定老师；孩子想插队，家长利用特权带他走后门。他们跟孩子说，没事，爸爸在，爸爸能搞定一切。他们以为这是爱，是保护，是展示父爱的力量，但我告诉你，这其实是在害孩子。这是一种剧毒，名字叫傲慢。当你让孩子觉得自己不用努力就能得到优待，不用守规矩也能成功时，你已经毁了他们自尊的根基。什么是真正的自尊？真正的自尊不来自于你父母是谁，不来自于你开什么车，不来自于你住在哪个区。真正的自尊来自于我能做到，它建立在你通过自身努力克服困难解决问题后的自我确认之上。如果你给孩子建立了一种虚假的自尊心，就像我父亲那个年代的一些富家子弟一样，那是非常危险的。我见过很多所谓的精英二代，他们举止优雅，口才了得，穿着光鲜亮丽，上着名校，但只要你撕开那层光鲜的外壳，你会发现里面包裹着一个脆弱、自私且空洞的灵魂。社会学家称他们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，他们觉得世界都应该围着自己转，想要什么就一定要得到，得不到就是世界错了，是别人对不起他。这种人在顺境中可能表现得很好，温文尔雅，但一遇到困难，一遇到真正的竞争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。
一旦失去了父母的保护伞，他们会立刻崩溃，因为他们从来没学会怎么面对拒绝，怎么面对失败，怎么面对不行。对我来说，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是可靠。什么是可靠？可靠就是你能承担责任，能守信用，能遵守规则，能靠自己的努力赢得他人的尊重。特权是可靠的死敌。如果一个孩子习惯了走捷径，他就永远不会愿意从正门进；如果他习惯了坐电梯直达顶楼，他就永远不愿意一步一个脚印地爬楼梯。在伯克希尔、哈撒韦，我和沃伦有个不成文的铁律：我们的孩子不能因为姓氏在公司享受任何特权。如果他们想进公司工作，必须和普通求职者一样递简历，经过多轮面试，然后从基层做起。如果表现不好，一样会被开除。不仅是在工作中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也刻意不让他们觉得自己特别。如果我们一家人坐飞机，如果不赶时间，我们就坐经济舱。我们去饭店吃饭，如果人多，我们就和其他人一样拿号排队。我不是吝啬那点钱，我是想让他们明白一个最简单但也最深刻的道理：想要得到什么，最安全、最可靠、最值得尊敬的办法，就是让自己配得上它。这句话是我留给孩子们最重要的精神财富，比任何股票都值钱。通过特权得到的东西，你永远不会在内心深处觉得那是属于你的，你会感到空虚，甚至会产生一种名为冒名顶替综合征的焦虑，因为你潜意识里知道自己是个假冒的，你的一切都是借来的。只有靠自己努力应得的东西，才是真正属于你的，才能给你带来深层次的安全感和成就感。对于广大中产阶级的父母来说，虽然你们可能没有私人飞机，也没有能力帮孩子走后门进哈佛，但你们也在创造一些微小的特权。反思一下，当孩子在学校犯错受罚时，你是不是第一时间怪老师针对你家孩子，而不是教孩子学会承担责任？当孩子想要昂贵的玩具时，你会不会为了不让他觉得委屈，甚至借钱也要满足他？当孩子和别的孩子发生矛盾时，你是不是无条件地站在自己孩子这边，并且要为他挺身而出？这些看似微小的行为，其实是在向孩子传递一个信号：规则是可以被打破的，责任是可以被逃避的，你是特殊的。这样会让孩子失去同理心，也失去对世界的敬畏。一个没有敬畏心的孩子，不管他多聪明，多有才华，都是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。他可能在未来因为无视法律而入狱，也可能因为无视他人情感而众叛亲离。所以，如果你真的爱你的孩子，请收回你那双看似万能的手，别帮他扫清所有障碍，别帮他解决所有麻烦，别给他插队的特权。你应该让他排队，让他等待，让他被拒绝，让他碰壁，让他体会不公平。你应该让他知道，离开家门，他只是个普通人，必须遵守规则，尊重他人，所有东西都得靠自己争取。虽然这种剥夺特权的教育看起来很残酷，但它能培养孩子最坚韧的意志和高尚的品格。金钱的诅咒让人变懒，特权的诅咒让人骄傲，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。还有第三种东西，比前两者更具破坏力，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一个人能否获得幸福。如果你把这件事留给孩子，实际上就是剥夺了他获得内心平静和幸福的可能性。第三样我绝不会留给孩子的东西，是那种你必须成功，必须完美，必须比别人更优秀的期望。这可能是现代社会最常见的毒药，
很多父母自己都没过上满意的生活，或者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，但内心充满焦虑和攀比，所以他们把所有的希望、所有的未尽之志都寄托在孩子身上。他们把孩子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条命，甚至当成了一种投资产品。他们给孩子规划了一条完美的、不允许有丝毫偏差的路线图：3岁背唐诗，5岁学奥数，18岁上常春藤名校，毕业进顶级投行当合伙人，娶个有钱又漂亮的老婆，或者嫁个富豪，每一步都要完美，每一步都得领先同龄人。当孩子做到的时候，他们到处炫耀，朋友圈发个不停，好像那是他们胸前的勋章。当孩子没做到，或者只是表现得普通一点，他们就又失望又生气，觉得孩子辜负了他们的付出，甚至对孩子进行冷暴力。我必须直言不讳地告诉你，这根本不是爱，这就是情感绑架。这是一种有条件的爱，它的潜台词是只有你优秀，我才爱你。如果你平庸，你就是我的负担，就是我的耻辱。这种期待会给孩子带来毁灭性的打击，剥夺他们快乐的能力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年轻人，他们成绩单上全是 A， 简历漂亮的无可挑剔，但他们的眼里没有光。他们活在恐惧中，就像走钢丝一样战战兢兢，连尝试新事物都不敢。他们不敢追求自己的兴趣，因为那个兴趣可能没用，不赚钱。他们害怕失败，因为失败意味着失去父母的爱。他们甚至不敢休息，因为怕一停下来就被同龄人落下。他们一辈子都活在别人的评价里，活在那些外在的分数和指标上。等到40岁的时候，这种长期被压抑的自我往往会以最激烈的方式爆发，可能是严重的抑郁症，可能是报复性的放纵，甚至是彻底的放弃生命。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，这种追求完美也是极其愚蠢的。高尔顿很久以前就发现了均值回归的定律，绝大多数人注定是普通人，这是自然法则，不是你逼迫就能改变的。我有8个孩子，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性格、天赋和兴趣，完全不一样。有些人擅长赚钱，成了投资人；有些人对钱完全没兴趣，喜欢搞学术研究；还有些人就是喜欢过简单的生活，成了普通的家庭主妇。但我对他们的爱是一样的，我从不要求他们变成下一个查理芒格，那太荒谬了，也太自恋了。我对他们只有3个最基本的要求：诚实、勤奋、靠谱。只要他们做到这3点，不管是当律师、当物理学家，还是当个园丁、当个修车工，我都会为他们感到骄傲。这就是无条件的接纳，这是父母能给孩子最好的礼物。它让孩子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安全感。孩子会明白，不管我在外面受了多大的伤，不管我输了多少次，不管我多落魄，家永远是我的避风港，而不是审判我的法庭。有了这种安全感，孩子才敢冒险，才敢探索，才敢做真正的自己，才能爆发出生命力。对于焦虑的中产阶级父母，我有个残酷但诚恳的建议，请学着接受你孩子的平庸。如果你硬逼兔子学游泳，或者强迫乌龟去赛跑，结果只会是2头落空，大家都痛苦。你应该做的不是去改变物种，而是去发现它们，去观察它们，仔细看，当它们盯着某样东西的时候，眼睛会不会发光？听听他们对什么话题滔滔不绝，然后支持他们去做那件事。即使那件事看起来不那么体面，不那么赚钱，只要是他们的热情所在，他们就能从中获得真正的快乐，甚至因为热爱而做到极致。
最终获得世俗的成功。我这辈子能有点小成就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爸妈，他们从没强迫我做我不喜欢的事，他们给了我自由去读书，自由去思考，甚至自由去犯错。正是这种自由，让我能建立自己的内心标准。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，我只关心自己是否比昨天聪明一点点。所以，别再纠结那个完美的蓝图了，把对出众的焦虑都扔进垃圾桶吧。别把你的梦想强加给孩子，那是你的人生，不是他们的。当你放下这些期待，你会发现你和孩子的关系变了。你不再是教练和士兵，也不是债主和债务人，你们成了朋友，可以平等交流，真诚分享。你会惊讶地发现，当你不再逼他们完美时，他们反而会展现出意想不到的优秀。好了，我们已经讲完了什么不应该留下，不留巨额财富，不留特权感，不留完美期待，这些是富裕家庭中最常见的毒瘤。摆脱了他们，你留给孩子的就是一个干净、健康、充满可能性的未来。但是，如果我们不留这三样东西，那我们到底该留给孩子什么呢？如果你问我，什么是真正的传家宝？什么样的财富能超越时间，惠及你孩子的一生，甚至影响他们的下一代？我的答案只有三个。当你剥去金钱和特权，剩下的才是真正能保护孩子一生的盔甲。我留给孩子的第一个真正财富，叫做苦难的疫苗。还是那个生物学的比喻，现在的父母最怕孩子受苦。孩子摔倒了，马上扶起来；孩子想要什么，立马满足。你试着把孩子放进一个无菌的玻璃房里，但这违背了生物规律。一个在无菌环境里长大的孩子，免疫系统特别脆弱，一旦走出玻璃房，哪怕是外界的一个小感冒病毒，都可能把他击倒，甚至要了他的命。心理免疫力也是一样的。如果你从不让孩子经历失败、被拒绝、匮乏和痛苦，你就剥夺了他产生心理抗体的机会。我这辈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，实际上我遭遇过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重击。30岁的时候，我离了婚，那时我几乎身无分文，开着一辆破车。紧接着，我的大儿子身患白血病，在那个年代，这等于绝症。我看着他一天天衰弱，花光了所有的钱，最后还是失去了他。我曾经在帕萨迪纳的街头痛哭流涕，把眼泪都流干了。后来，我又得了严重的眼病，做手术摘除了一只眼球。就连我的投资生涯也经历过暴跌50%的至暗时刻，但这些苦难没有把我打垮，反而让我变得更坚强、更通透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从小就知道生活很难，我不指望生活对我温柔，所以我一直准备好迎接打击。正如那句老话所说，生活就是一连串的难题，你解决了一个，下一个又来了。我想留给孩子的是不被重击击倒的能力。所以，当孩子在学校遇到挫折，被老师批评或者被同学排挤时，我不会急着去帮他解决，我会告诉他，这很好，这是你的疫苗。现在痛一点，以后面对老板的刁难，你就不会崩溃。当孩子因为买不起心意昂贵的东西而难过时，我不会给他买，我会告诉他，这很好。这种稀缺感会成为你奋斗的动力。如果你现在就满足了，你以后就没有追求了。你应该让孩子知道，失败不是终点，而是学习的一部分。被拒绝不是丢脸，而是常态。只有经历过风暴的小树，根才能扎得更深，才能长成参天大树。这种在逆境中重生的能力，比任何信托基金都珍贵。因为钱终会花光，通货膨胀会吞噬财富，
但从废墟中重建生活的能力永远不会消失。我留给孩子的第二样真正财富叫做思维框架，这是一套能让人独立思考、做出理性决定的智慧体系。我经常告诉我的孩子们，我这辈子见过的最聪明的人，没有一个不是每天都在读书的，没有一个都没有。沃伦是这样，我也是这样。我留给他们最宝贵的遗产，不是伯克希尔的股票，而是我书房里的那些书以及书里的智慧。我希望他们能成为终身学习者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，没有哪项具体的技能能保证你一辈子衣食无忧。200年前，马车夫是个好职业，现在没了。30年前，打字员是个好职业，现在没了。哪怕是现在热门的程序员，20年后可能也派不上用场。人工智能会取代大部分工作，唯一不变的是背后的思维逻辑。你应该教孩子用数学去算概率，而不是凭感觉赌博；用心理学去分析人性，避免被人操纵；用历史去预测未来，因为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；用生物学去理解竞争和进化。这就是我一直推崇的多元思维模型。当别的家长还在逼孩子背单词、做习题、考高分的时候，我跟孩子在饭桌上聊什么？我们聊新闻，比如一家大公司倒闭了，我会问孩子，来，我们反过来想，这家公司为什么会倒闭？是管理层太贪心，还是商业模式太愚蠢，还是忽略了技术变革？如果有个人被诈骗了，我会问他为什么会上当，是因为他不懂常识，还是因为他想走捷径贪小便宜？我把每条社会新闻、每个商业案例都当成思考的课题。我想教给他们的不是标准答案，因为现实生活没有标准答案。我想教的是怎么找到答案的方法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，这句话被说烂了，但真正做到的人太少。对于中产阶级家庭来说，这其实是你们最大的优势。你们可能没有上亿的资产，但你们大多接受过良好的教育，有知识，有见识。你有责任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孩子，告诉他们复利的威力。那是世界第8大奇迹，不仅仅是钱的复利，更是知识和信用的复利。教他们学会延迟满足，不要做欲望的奴隶。告诉他们诚实的力量，让他们建立起道德的护城河。告诉他们简单的智慧，让他们在这个复杂且充满噪音的世界里保持清醒。这些智慧看不见摸不着，没法量化。但当你的孩子30岁面临职业选择，40岁面对中年危机，50岁面对巨大的财富诱惑时，这些思维框架会派上用场。他们就像海上的灯塔，指引他们做出正确的、理性的决定。即使你1分钱都不留给他们，只要他们拥有这个强大的思维体系，他们也能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很好，甚至比你更好。苦难的疫苗给了他们生存的韧性，思维的框架给了他们发展的上限。这在查理·芒格眼里就是最顶级的传家宝。他们不用交遗产税，不需要律师公证，也不会让兄弟姐妹反目成仇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些东西只会变得更有价值，越来越珍贵。现在我们已经讲得差不多了，最后一部分，我想跟你们聊聊父母角色的终极意义。当我们最终离开这个世界时，我们希望给孩子们留下什么样的形象？我们之前谈了很多关于给予和剥夺的事，不要给巨额财富，不要给特权，不要给完美期待，要给苦难疫苗，要给思维框架。但最后，我想告诉你一个最简单但也最深刻的道理，这也是所有教育的核心。
作为父母，留给孩子最好的遗产，不是你银行账户里的数字，也不是你讲的那些大道理，而是你自己，是你怎么度过这一生，是你怎么面对困难，是你怎么对待别人，是你怎么管理自己的欲望。孩子是世界上最善于观察的人，也是最无情的模仿者。他们从来不听你说什么，他们只看你做什么。如果你的嘴上教导孩子要坚强，但你自己整天焦虑，担心被同伴抛弃，遇到点事儿就慌得睡不着觉，你怎么教孩子内心坚强？如果你教导孩子要热爱生活，但你自己整天抱怨社会不公，吃饭时骂老板，回家踢猫，你怎么教孩子积极乐观？如果你教导孩子要诚实，但你自己为了赚钱毫无底线，在小事上爱占便宜，你怎么教孩子坚持原则？如果你教导孩子要终身学习，但你自己回家从不看书，只顾玩手机、刷短视频，你怎么教孩子读书？你做不到，因为你的行动比你说的话响亮10000倍。我见过很多中国家长，还有美国的中产阶级父母，他们有一种悲壮的自我牺牲精神，他们省吃俭用，放弃自己的爱好，放弃自己的追求，把所有的时间、金钱和精力都投入到孩子身上，然后他们会对孩子说，为了你，我牺牲了一切，我这辈子就这样了，你一定要成功，你一定要帮我实现梦想。这真的很可怕，也很愚蠢。这不仅仅是给了孩子巨大的让人窒息的压力，更是在向孩子传递一个极其负面的价值观。成年人的生活充满了苦难，成年人的生活就是牺牲。如果你展示给孩子的成年生活是这副惨样，孩子怎么可能对长大、对未来抱有希望呢？他们只会不想长大。我这辈子虽然爱孩子，但我从未放弃过自己的生活。我喜欢投资，我就去研究公司；我喜欢读书，我就整天泡在书房里；我喜欢建筑设计，哪怕被人吐槽，我也去设计宿舍楼。我每天都做自己喜欢的事，生活充满了兴趣。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，哪怕是失去亲人、身体残缺的时候，我也尽量保持体面、理性和乐观。我希望我的孩子们看到，生活虽然充满挑战，但也充满乐趣，值得活下去。我希望他们看到一个成年人是如何通过理性思考去解决问题，如何通过诚实劳动去赢得尊严，如何面对衰老和死亡。这就是榜样的力量。教育要深入骨髓，不是靠说教，是靠熏陶。我的孩子们，有的成了律师，有的成了物理学家，有的在做生意，有的在做慈善。每个人都正直、勤奋、热爱生活。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成功，比赚到伯克希尔的那些钱更成功。我没留给他们一大笔钱，但我给了他们一个父亲的样子，一个活生生的不完美但始终追求智慧和真理的人。所以如果你真的爱你的孩子，听我一句劝，先请爱自己，别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，那会让你们两个都窒息。留点精力去经营自己的生活，去多读书，去多锻炼身体，去交些高质量的朋友，去追寻那些你年轻时没实现的梦想。当你成为一束光，你的孩子自然会跟着光走。当你活得像座山，你的孩子自然会努力攀登。别总想着为孩子铺路，路是他们自己的，让他们自己走，摔倒了自己爬起来。你需要做的是站得够高，看得够远。当他们在人生的森林里迷路时，抬头一看，发现你依然稳稳地站在那里，沉着冷静，充满智慧。那一刻，他们就知道该往哪里走。这就是传承的全部意义。我不希望你留给孩子一大笔财富，
也不想你养出一群废物。我希望你留给孩子的是，几十年后，当他们想起你时，内心还能感到温暖和力量。做个好榜样，保持理性，不断学习，那是你唯一能给他们的，而且永远不会贬值的财富。我是查理·芒格，我没什么好留给世界的，除了这些教训，希望对你们有用。